点焊机啪的一下，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短路。在我拆解这个点焊机之前，让我通俗一点告诉你，点焊不仅仅是啪的一瞬间。最近我添置了一台菲尼瑞斯 SWM20 小型手持点焊机，在它的宣传页上面讲，最大能焊 0.5 毫米厚的钢片，最小能焊 0.1 毫米厚的铜片。谁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铜片和钢片不能焊接相同的厚度？点焊是一种电阻焊，简单讲就是通电发热。核心原理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公式，发热量等于 I 方 RT。光看公式可能不太好理解，我们做一个实验。这是10欧姆的电阻，这是100欧姆的电阻，两边的导线电阻值远远比它们小。在红外光下面能看到明显发热的是这颗100欧的电阻，所以电流会在电阻值最大的位置把热量留下。你看，在点焊的时候，只有焊接点的位置在变红发热，所以这场蓄谋已久的短路就是在人为制造一个大电阻值的焊接点，然后把电流引过去，啪的一下，瞬间融化。再来看看这张图，我现在标注了电阻率，最前面的数字是电阻率的排序。你会发现电阻率越低，能焊接的厚度就越薄。我用点焊笔接触镀镍钢带，它的电阻值大概只有 0.01 欧姆。你们猜 SWM20 它的点焊笔电阻值是多少？这对点焊笔它的电缆上面标注的是 8AWG， 也就是说它的截面积是 8.37 平方毫米。这个紫铜的笔头是可以拆卸的，它的螺纹是标准的 M4 螺纹。我在点焊笔的两头各焊接一个测试点，给它输入1安的电流，计算得到线缆的电阻是 0.00062 欧姆。把电流加大到5安，计算得到笔头的连接处电阻是 0.000032 欧姆。所以点焊啪的一下，需要焊接点有足够大的电阻，而且导线需要有足够小的电阻，才能够把热量送到焊接点的位置。SWM20 这个点焊机是双脉冲的点焊模式，前面这个短脉冲是用来预热和轻微软化焊点的，真正焊接的是后面这个长脉冲。这个点焊机设置的参数比较多，第一个是预热，对应的是这个脉冲宽度；第二个是焊接脉冲，对应的是这个脉冲宽度；第三个是间隔，对应的是这两个脉冲之间的空白区域；第四个是连点，也就是这个双脉冲重复的次数。主菜单里焊接延迟对应的是这一段空白的区域，连点间隔对应的是这一个双脉冲的重复时间间隔。这个是 0.1 毫米厚的镀镍钢带，现在我这里的气温只有16度。这个点焊笔它的电感量是 1.3 微亨，所以没办法准确读取脉冲峰值的电流值。内置电池充满以后，电压是 4.13 伏。点焊笔上的电压稳定值大概是348毫伏，计算得到持续电流大概是 561.29 安培。现在我尝试连续点焊100次，你可以看到焊接的持续电流并没有下降，而且100多次以后，
电池的电压只下降到了 4.08 伏，机内的温度也只有23度。我设定的是7毫秒的焊接脉宽，从波形上看，这个点焊机的脉冲时间控制还是足够精确的。在红外光下面能看到每一次的热输入都是比较均匀的。双脉冲模式的预热脉冲可以提前把焊点预热还有软化，焊接的时候火花飞溅也是很少发生的。而且你看，最终的焊点也是比较饱满的。这是经过200多次焊接以后的紫铜笔头，笔尖只有少量的黑色氧化物，如果粘附的比较多，你可以用砂纸轻轻的打磨掉。这个 C 口是用来充电的，旁边的 A 口是可以对外供电的。你看机身上的电压显示还是比较准确的。A 口对外输出空载的时候，电压是 5.07 伏，文波只有30毫伏。满载的时候电流是 2.1 安，电压是 4.94 伏，文波是100毫伏。这个数值是低于国标文波限制的120毫伏的。SWM20 它的充电速度还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最好不要一边充电一边焊接，这样容易损坏充电电路。就连说明书上也有明确的提示。这个点焊机当电池电压低于 3.7 伏的时候会有欠压警告，旁边的指示灯会有红光提醒，这是默认值，可以修改。当电压在低 0.02 伏以后就会强制关机，不过这个时候还是可以继续对外充电的。充电可以使用 C 口的充电器，走的是 PD 协议5伏2安的档位。从充电数据看，充电的途中是没有降低功率的，一直维持在 9.8 瓦。电池电压从 3.68 伏直到充满只用了1小时11分钟，充进去了 10.28 瓦时的能量。对了，还有几个差点忘了，主菜单里面还有几个选项是比较有用的。它有超温警告功能，还有短路保护功能，而且它的屏幕可以上下颠倒，然后你就可以借助它这个支架在任意角度悬停。最后菜单里的这些其他选项都是常用功能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点焊笔的长度是33厘米，握把的长度占据了11厘米。点焊笔插头这边用的是黄铜，笔头这边用的是紫铜。连接器是 5.4 毫米的直径。从刮开的地方可以看到它是实心的黄铜，导线跟它是焊接工艺，线皮是硅胶的材质，多股线芯，单股线芯的直径是 0.07 毫米。从搓下来的粉末还有里面的截面可以看到它是实心的紫铜。点焊笔的把手里面也是一根紫铜棒，这根紫铜棒的直径是 5.9 毫米。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它的导线也是焊接在里面的，机身的正面还有背面都看不到螺丝，底部这里还有背面都有防滑胶垫。背盖里面还是挺光滑的，
这是两边的柔光板，下面这个防滑垫是插上去的。电路板的集成度挺高，里面看起来很简洁。这个是电池的温度传感器，电池是一颗5000毫安时的高倍率电芯，能量只有 18.5 瓦时，连接处用的是螺丝固定。电池拿下来以后，主板的背面很简洁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元件。电池挺重的，有115克。前面板加主板有122克，整个背板有60.9克。前面的这两个按钮在里面是这个样子的，有一定的防尘能力。这是主板的正面，这个应该是它的主控，丝印被磨掉了。这是其他的电子元器件，屏幕占据了比较大的面积。看屏幕的下面有很多很粗的铜条，下面大电流的部分用了很厚的铜条，铜条的宽度有 2.9 毫米，深度有3毫米。看所有大电流的部分都有足够粗的电流通道，整个主板做的还是挺简洁的。好了，这就是菲尼瑞斯 SWM20 智能手持点焊机的全部拆解和分享。我是机电匠，我们下期见。